场后门椅子堆成小山，只见民进党立委各个卯足全力卡位，不过下一秒。 蓝营立委张志伦一个箭步抢头香，民进党立委节节败退，国会战场遍地开花。徐正左后门打开，那边没有人在守了。在野立委三路并进涌入议场，随后更是开始单点打击，逐一将民进党立委给丢出场外，局势顿时翻转。但不止男性立委杀红眼。 不甩民进党女立委死守主席台，只见金门坦克陈玉珍一路碾压，顺利清场。国民党为什么这么怕罢免？我自己经历过罢免，韩院长也经历过罢免，我们当时都没有要求要加人身份证。一个执政党的党主席，可以让自己执政党的立委破坏、瘫痪国会。 对于行政权应该有的监督制衡机能吗？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看为你介绍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李延凤，大家好；台北市议员苗博雅，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东豪，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议员游淑慧，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英夫，大家好；财经专家许庆煌。 吴哥好，大家好。好，那今天立法院你看到了，立法院里面是乱成了一团。那当然，在外面呢也有青鸟表达抗议，然后甚或试图要冲入议场。那里里外外之间，那大家所谓何来？好，你知道是为了包括蓝白阵营是不是中间不管是选罢法、限速法，所有相关的一些法案。 还有财划法都在这个里头，但是一个法案的审查，为什么在立法院里里外外会是现在的一个状况？好，那待会现场来宾帮大家做一个分析，包括在未来对国内来讲的话，这一次这样的一些的动荡，在未来2月。 会不会真的有大罢免潮，或是整体国内的施政又会是什么样一个情形？但是这2天呢，你会把目光焦点摆在柯文哲主席的案子，因为今天是礼拜5了。那今天绝对不会起诉，因为今天检察官再一次提讯了柯文哲，这大概是第11次提讯吧。那这次的提讯，那显然那这2天，昨天提，今天提，昨天鏖战7个小时，今天继续再往下。那看起来下个礼拜当然一定就是要做一个侦结的动作，起诉。 那用什么样一些罪名，再都影响到未来，包括对柯文哲主席个人的影响，包括对整个民众党团的影响，包括对所有民众看待这件事情相关的一些影响。但在这个时候，透过昨天的节目，你知道，柯文哲主席呢突然出了一招，那直接申请解除通信的禁令。那今天那终于证实，确实没错，他要辞党主席，而且北院也发了相关的一些声明，所谓。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辞这样一个党主席？本来民众党的回应是说，你们大家不要妄加揣测，那又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形。那现在确定了，而且北院还在那里面也讲到了他辞党主席，包括那个党主席依照他们的党章是怎么样生效。民众党再一次回应，不是大哥，关你什么事？解释是我们自己党解释，你北院干嘛来帮我解释我们的党里面党章怎么解释？为什么柯文哲这时候要做这事？没有错啊，北院多了那一句话哈，是有一点多余啦。说这个送到即生效，这其实不关北院的事啊。不过我曾经说过哈，在座的人哈，我大概跟柯文哲纠缠最久哈，所以我比较了解他。我记得我在这个节目也曾经说过，我猜哦。 他如果被起诉，如果有出来，他第一件事应该会辞掉党主席。那想不到他比我想象的更快。那我揣测几个理由啦。我常常说哈，政治不脱人性哦，不要把政治人物想得多莫测高深，好像他多么厉害、多么有盘算、多么有心机哦。大家要知道哈。 如果说这个之前呢，他的这个4号创党党员进去作证出来就说啊，他死定了。看到这么多证据就觉得说啊，他还呀大事不妙。那谁会知道北检手上更多证据？柯文哲当事人。他被提讯这么多次，然后大家知道那个提讯的过程哈，当柯文哲讲什么或不讲什么，北检会马上说，可是人家怎么说？不过你看看这个，好，那你怎么解释这个？好，所以柯文哲心知肚明，北检手上有什么，而且心知肚明他自己干了什么，然后心知肚明北检会起诉他什么事啊？所以他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开始去处理后事啊。他出来不是处理后事，他后续的事情，对后续的事，对，后续的一些事情，简称后事啊。那他有一些为什么我当时会说他出来会把党主席辞掉？
要不然他每天身为一个党主席，他总是要出来开党务会议，总是要出来面对媒体。他只要一出来就被媒体问他：“请问主席，你那一笔钱怎么样？请问主席，那个谁有没有给你钱？”我告诉你，给民众党带来很大麻烦，他自己也烦不胜烦。这跟陈水扁不一样。陈水扁再怎么样是进去里面很多年以后，现在百外就医，人家已经没有兴趣去问当年那个姑是不是给他钱，他钱是怎么处理，人家已经没有兴趣了。他现在是鲜活热烫的哦，所有东西大家都想问他。那可是柯文哲有一个个性上的问题，他有个妈宝个性。他现在不想面对，不想处理党务，不想自己开会，不想亲自面对那一些人说我要辞掉党主席，所以他就采取一个就是通讯的方式，还在里面，然后直接用书面的方式去辞掉党主席。要不然大家想想看，最迟下个礼拜就可能会起诉，这是大家的共识嘛？不是一定要做这个决定啊？对，年前因为尹小薇他们是在28号就已经羁押期满了，对啊，对，那很有可能他可能起诉啊。法官不一定会接押嘛，那再怎么样，他还是可以在那个时候啊。如果说他就出来，他自己辞掉就好了，或者是如果接押的时候，他再申请也可以嘛，但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突然说在这个时候申请？我认为他就是不想要亲自面对民众党。不想要面对面去处理这个东西，因为妈宝心态嘛，不想要亲自面对面的处理，所以他昨天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昨天进去的走路姿势跟过去比较不一样，特别抬头挺胸一下，这个叫做这个什么深夜里给自己壮胆，吹哨壮胆，我没代志，我没代志的感觉，所以我昨天有特别发现他那个腰杆子挺得特别直，步伐走得特别大步，想要快步的走进去，要不然旁边记者会一直问说：“你觉得你有没有罪？你觉得你有没有罪？”那一条路走得太艰辛了。OK， 对柯文哲局来讲，这个案子是不是已经到了在检察官这个地方，已经到了最终章？下礼拜势必一翻两瞪眼。那这时候出招说要辞党主席，那现在看起来的话，昨天7个小时马拉松式的讯问，北检今天再一次提讯柯文哲。那而且照媒体的报道的话，他到目前为止，柯文哲还是一样，他拒不认罪，他觉得我真的没有做错怎么样一些东西，你们是不是真的就是要入我于罪？柯文哲的想法大概是这样，但是他是不是真的有请辞党主席？是，北院直接下了裁定，北院裁定呢说柯文哲本件申请所拟具的台湾民众党党主席辞职声明，经审酌的内容，并没有跟所涉犯的贪污治罪条例犯罪嫌疑相关，纯系该党一般党务运作事宜，应该没有勾串共犯或证人湮灭证据之余，不妨碍羁押柯文哲，并禁止其接见通信的目的，而且不影响侦查不公开。北院公告的内容甚或提到，一定要把这个圈一下，好吧？那好，就台湾民众党党章啦，第3章第2节16条规定，他只规定了党主席请辞以后你们怎么处理，他没有明定党主席请辞的程序。那依照法理，应该是请辞的意思表示到了之后就生了辞职效力，所以申请人就是柯文哲。申请准许解除党主席的声明禁止通信，把它交给秘书长周瑜修，这一段法院觉得应该准予同意。我们就讲到了下礼拜，如果北检真的要去要求法院要接押的话，也一定要开接押庭嘛。是，那个时候柯文哲要辞，你把这些内容跟法官讲，然后我相信法官、检察官看完这些东西，应该也有这样一些效果，他还是会给，因为要给秘书长嘛，达到辞职的效力。但是在这个动作前1个礼拜左右，突然冒出来这一段，好，第一个你自己判断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候？第二个，那他还是不认罪，是，那不认罪，接下来呢？你自己判断。有人讲说北检会不会求主重刑？因为现在检察官不见得都会求刑，但他会不会真的求主重刑？我觉得会求主重刑，但是会不会求主最重之刑就不晓得哈。无期，最重叫无期。我觉得这件有可能会求主重刑，因为柯文哲可能不是只是不认罪。我在怀疑啊，因为那个有一次的那个羁押理由书里面，那个法官用了一句叫“无视人间律法”，漠视人间律法，那个很特别，那个很特别。是我不晓得柯文哲是有咆哮还是就他做了什么事，法官会这样讲？因为法官通常不会写这个啦，因为写这个会给自己找麻烦嘛，你会被批评嘛。好，那但是这个时候做这个动作，其实起诉以后家庭的时候，当他要走进那个法庭之前喊一下也可以啊。我觉得有点测试，我觉得他有跟律师讨论过。
看看检察官的反应或各方面的反应。好，那你这时候递了这个东西，检察官我是要反对还是要赞成？因为法官有讲嘛，我要问检察官意见。好，单纯持党主席。我在想，北检大概算一算，我不要我不要什么事情都挡你。因为我到时候要申请严押的理由，一定不是用这个。当然，那严押之后还会禁止通信吗？我觉得也不会。所以检察官在这一方面就放，不用表示反对。那法官检察官不反对，我就不会反对，就让这个事情单纯化。但是这个能不能反映在下一组法官？没有等号关系，当然没有等号关系。好了，你这时候提前来讲，对柯文哲来讲，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比较好玩的事情是在哪里呢？因为柯文哲过去的诉讼策略，一直诉求在政治追杀、司法迫害。没有了党主席之后，他会有更多的同情吗？这个我看不懂，因为你知道有个党主席的身份，多多少少还有点保护。如果他是被交保之后，那个党主席真的还可以保护他一段时间。那当然就像淑慧讲的，记者每天会堵麦。可是你没有党主席身份，还是会堵麦。就是他们家门口的那个休息站不会结束。可是没有党主席身份，他可不可以就不用出来？就我不用没事，因为民进党有什么事你一定要出来啊。对啊，可是你不可能躲，你要躲多久？当起诉书出来的时候，当一个一个证人出来之后，这些都没有用。可是当起诉书出来的时候，当一个一个证人出来之后，这些都没有用。你觉得柯文哲也会有这样一些效果吗？就是当起诉书出来以后，当大家看完起诉书里头，可能好，目前说会不会超过300页？那所有，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起诉书里面，弄好他会把所有的，包括证人，后面所有的要列得非常详细嘛。当你看完所有这些以后，会不会包括现在还呼群保义的一些人也觉得，那我没有什么好在你旁边再继续帮你喊无罪或什么这些，会不会出现这种效果？关键在青黄讲的那个人，哪一个人？有一个说，那个佩奇说，家里那个嘉诚吗？不要那么多议员，不是那个台北市议的议员，是1亿2亿的议员。你知道陈水扁那个时候，我在看他的笔录的时候，其实是陈振慧的笔录最让我吓到。因为陈振慧讲了有一个保管室里面有10几亿，13亿还是多少？我印象中那一个事情一出来之后，当年的民进党非常安静。你要讲是选举的政治现金也不对，你要讲的是什么都不对。当年非常安静，可是台湾民众党跟当年的民进党是不一样的。最后还是会留下一些人继续守在柯文哲旁边，我相信还是有，可是那个我觉得会越来越小。好，这个关键是我们有没有机会在笔录、在附件起诉书的附件在哪里可不可以看到是谁讲的那句话，然后那些东西现在在哪里，然后陈佩琪有没有回答这句话？还是这一句话这个证人分了一个他治案？现在不晓得。但我在等这个。OK， 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好嘛，包括柯文哲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这个节骨眼出了这样的一招？因为对时间上面来看的话，你真的想象不出来有这么急迫到我要用这样的方式去申请，然后去做这些嘛。然后检方呢，这2天也是隔三差五的，包括昨天、今天连续2天提讯。长期看节目观众都知道，我大概会已经告诉你说，检方在最后一定会做最后这样的一些处理，然后问一下，就你对于侦查还有没有什么意见？但是连续2天哦，前面都已经侦办了这么久，还要连续2天，昨天7个小时，今天还要继续。那到底中间有哪一段大家还在中间在拉扯之间的，还在做什么样一些事？可是即便法院同意了这一段，柯文哲可以把他的辞职信那转给他的秘书长周一修，但是法院里面直接讲解除通信禁令，仅止这一件，就是你这个辞职信，其他通信禁令没有解，还是一样。那接下来呢，还会有什么样一些的状况？我不知道，上公，怎么判断？在这个时候，而且对柯文哲来讲的话，难道没有一种可能吗？就是
我最后再用这一个方式去一搏，告诉所有的人，你们都说我眷恋着党主席，我希望这个位置能够某种程度的保护我，不用，我就告诉你，我也不想拖着民众党，民众党总是可以走自己的路，他会有这样一些想法吗？我觉得是走到不得不走的一条路吧。到最后还是要这样走。因为如果认为起诉后交保还有可能性，那会不会选择这条路？你说就不会了，因为1月4号到嘛，1月4号到，如果拼交保还有机会，他就出来了。那出来他就要辞职，直接去党中央辞职。是啊，没必要这封信嘛。所以第一个，你要发这封信，柯文哲要发这封信的前提是不是认为他出不来了？那第一个出不来了，那出不来，所以你觉得他已经觉得交保起诉以后也会被接压？就一路压着，因为他有机会拼1月4号之后起诉以后，我跟法院提出来是交保嘛，那为什么这时候要辞职？1月4号之后都还可能，因为可以想象，律师通常起诉，律师一定会跟法院讲，那就交保啊，一定会交保，对啊。那看完了以后，你这时候提出来，第一个。当然是透露第一个，他对交保是不是有希望？第二个，辞职对民众党内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相信柯文哲不会不知道，因为他有电视嘛，他不会不知道现在民众党的大概的状况。是，党代表也选完了，什么时候要开党代表大会，要选中央委员等等。他大概都会知道吧，那大概知道的前提之下，这时候辞是在测试什么？他在测试党内的状态吗？忠诚度吗？那他在测内党内的状态吗？然后第二个，辞职信，因为他们没有程序，这个辞职信到底是中央委员会还是中评会处理？理论上应该是中央委员会要处理嘛。那中央委员会这个辞职，法官里面特别去看了民众党的党章，民众党章没有辞职程序，所以法官的那个同意是依照我们平常的一般借鉴，就是我的辞职送达之后生效嘛。那送达之后生效，那就会出现一个问题，第一关叫做代理党主席，中央委员会要推谁？中央委员会要推谁？是林富南呢，还是黄国昌？你这一段我们先跳到前面，就是现在民众党直接跟你讲说，法官庭上干亲底事啊，就是这一段啊，因为法官加了这一段嘛，所以他讲说，如果要是你只要意思表示到，就生辞这个叫意思啊，讲白话文啦，就是这个函只要给了周瑜修，因为他是秘书长。给了周瑜修，柯文哲就不是党主席了。你们后面要怎么处理黑领导的代际？法院是这样讲，民众党出来讲说，法官大人干亲底事啊，那是我们自己党去解释到底怎么样，你干嘛帮我们党？也许他们根本不认为，这个辞职会生效，你干嘛先把我们的党主席给干掉了？大人，这个没有这种道理。他们现在白银的意思是说，到底关你什么事？就这一段，他说他们还没有收到这个文件，法官，你公告的主文大家已经看到了，你干嘛去主动诠释本党党章？本党相关章程的运作应由本党内部开会处理，不是法官自行透过主文宣告判定辞职生效。庭上冤枉，我们还要有主席啊！我问一下就博雅也学法律嘛，律师嘛，主持人学法律嘛。那我请问一下，法官看完半天的时候说，你们有辞职程序，那这封信不送出去不构成辞职效力的时候，我要不要准这封信？活化石就是活化石。我告诉你，为什么法院我们自己，我不知道阿苗等一下可以表达一下，因为我们自己在学这。我告诉你，法院为什么要讲这一段的意思，就是我准否，我必须要告诉大家，我答应，因为解除通信禁令，它是在整个羁押禁见其中一环，我要解掉这个，我一定要有道理。那就是刚刚上公讲的这一段。
这个函如果一点意义都没有，一点效力都没有，对，那其实我为什么一定要给你这个东西？我就会直接跟你说，那本函之间的内容与辞党主席与否，那毫无任何相关联系，所以否。他可能会要，我觉得法院可能这样，所以他要解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只不过没想到这个一出来以后，民众党就炸锅了。庭上，你干嘛把我们的主席干掉？我们还要有党主席，柯还是我们的主席，那是我们自家的事。某种程度来讲，你看从检到院到所有人，你们都这样干啊？不是啊，请问一下，我法官为什么要审这个案子？就你柯文哲提出来的啊！是啊，就是法官不是我提的，法官只是确认说这我法官要再确认说有法律效力的。你这一封信到底有什么意义？完全没意义、没效力，有发跟没发一样的时候，我干嘛要准你发？那你这一封是送达就有效力的时候啊，你要持那 OK 啊，不涉及侦查事项，我让你出去啊，如果今天。民众党收到这封信，折一折丢到垃圾桶，当没事也不会有事。依他们的党章，如果一点效力都没有，那法官直接跟柯文哲说：“你这封信没有效力啊，不用发了，回去吧。”而且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民众党的朋友这一部分，当然他们有可以表达这个意见啦。但是我也告诉你，法官即便讲到这个，是刚才上公特别提到的，他是在里头表达我为什么要准这封可以出去的原因。至于民众党，你们自己内部不认为法官讲，当然可以啊。就是我内部政党，我觉得我不要照你的，我就是照我的内部去讨论以后，决定柯文哲还是不算生效。对，你如果觉得还是要这样做，你就这样做啊。因为到时候人团法的第一个检视机关，它是内政部嘛。再来，如果还有人有意见，那大不了再去由法院诠释。这个法官的讲法，不代表一定能够就是。但你只要让法官，就像刚才一副讲的，我只要告诉你们，我不是很无聊，没事就丢了一个。法界的一般认定是这样嘛，一般是这个样啊，一般认定是这样。那你民众党说接到柯文哲的辞职信说不准辞，那你民众党的事嘛，那你民众党内部的事嘛。但是在一般里面，比如说立委辞职，口头讲没有用，口头讲没有用。当你辞职送达到立法院院方转中选会内政部的时候，就生效了，就生效。你递那个才生效嘛，口头讲没有效啊。所以不管你检查那个之前写的说他出庭的时候说他要辞职啊，黄国昌代理等等，那个都没效力，因为那个都没效力嘛。所以法官用的是告诉你，一般见解是这样，你们党章里面也没有处理程序的话，一般见解是这样嘛。所以他告诉你我为什么准嘛。如果我去翻了半天，那个本人必须到中央委员会表达辞职怎么样啊？本人如果规定本人要到，那你这封信没意义，那不用发了。如果规定本人要到，那你这封信没意义，那不用发了，那我就不让你发了，这不是很简单的道理吗？好，所以这整件事情，要不要简单讲一下？你自己好了，自己在科班看这一样的东西，你简单看一下，你觉得可能民众党反弹非常大，显然就觉得说，当时只是检方跟外面的周刊，你们两个人一搭一唱，当时是讲这个，现在连院方你都来管我党里面的事了。我觉得大家刚刚前面谈的是法律啦，可是民众党专修的叫政治啦，他们没有在讲法律啊。这案子从头到尾爆发到现在，民众党讲了什么法律的事情？没有。他们对于法院裁定的反弹，其实是做政治处理。首先第一个，找到理由一定要骂法官，一定要找到理由骂法官。法官你干嘛伸手来管我们这个家务事？拜托啊！其实你回去可以问问看柯文哲的律师啦。要寄这封辞职信，既是柯文哲自己主动申请说，我想把这封信寄出去，他一定要说服法院说，我为什么要寄这封信嘛？不然今天寄这个信，明天寄情书给佩奇，后天寄交代工作给陈志涵，这还得了？那羁押进监就没有意义了嘛？情书给陈佩奇，被告写信给证人，不会有问题啊！所以法官一定要看这封信的内容嘛，法官一定要管说你到底是要跟他讲什么。对啊，他只针对这封辞职信。所以一定是柯文哲的律师跟法院说，
我因为要辞职，这很重要，我现在立刻马上就想辞，而且这个案情无关啊，请法院准许嘛。那法院一定要去认定说，好，这只是一封辞职信。那他要怎么认定是辞职信？当然法官要讲说，对啊，我看这个就是要记，就是要辞，所以他才讲这一段嘛。但民众党为什么要这么大的做政治处理反弹？是因为他们要处理柯文哲不当主席之后，党不可一日无主席啊。接下来怎么办？接下来谁要上还没讲好，还没讲好。还没讲好到底怎么办的时候，先骂法官再说。这是他们的。先转移焦点到法官身上。我跟你讲，这是他们的吸反射。当今天有什么新的案情出来啊，政治现金账乱七八糟，怎么处理？先骂民进党。那个木可公司爆发了怎么办？这个 QR code 折扣码授权金，先骂检方。这个是他们标准的处理政治争议 SOP。但是现在在他们法律上谁是主席，这搞不定的时候，一定先骂法院。一般我跟观众朋友讲，这封所谓的辞职信，它的流程一般是怎么做？就是柯文哲律师可能要写一个申请状，然后后面会附一个就是辞职信，辞职信可能就是本人某某某，那自什么什么开始，然后请辞民众党党主席，然后请至民众党中央或什么类似这样。然后前面要有一个申请状，申请状上面一定是要告诉法院说，后面附的是他的申请函，你要跟法院解释，就跟阿苗讲一样，我为什么要送这封函出去？甚或刚才各位看到这个台湾民众党党章第3章第2节第16条，都不一定是法官去找的，可能是你在申请的过程，你自己会附。我依照哪一条我要去请辞这些，所以而且这是牵扯到国内那主要在野党党主席和党务的运作，但不影响到任何本案的侦查，所以希望法院同意。一般大概会是因为这个样子 ，OK， 所以法院才会说，我看完这一条，他只说你请辞以后怎么样，没有说你这个请辞以后有没有生效。所以他才会说出那段解释。Anyway， 但不管怎么讲，这整件事情，阿苗刚讲这是一个政治处理，严凤是不是政治处理？我觉得一部分是政治处理啊，一部分大家去想说，为什么柯文哲要选在这个时间，而不是3个月之前？其实我告诉大家依据政党法的规定，其实这个是第3条里面的第6项。如果假设他的起诉书出来，他被求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15天以内就要报主管机关，就被拿掉。对，3个月以内就一定要重选。这个是政党法的规定。所以我想柯文哲如果按照刚刚阿苗讲的，不管是政治的思维也好，或者我们在讲法律面也好，他都必须要在他起诉之前赶快来处理这个问题。你的意思是说，我不是被拿掉的？是我自己为了政党的负责，希望民众党还能够未来能够茁壮、能够发展，所以我自己请辞掉。你们不要告诉我说我是因为法律规定我被干掉的。讲好听是这样子的。我想请问一下，柯文哲在里面会看政党法吗？但是我帮他解脱一下啦，因为他现在的人设已经崩盘到这个程度了，所以还很久，因为那个要判决啦，没有他不用等到最后判决确定，对，要判决还是要一审判决，对他只要有被对，所以我觉得他今天如果为了民众党本身未来的发展，其实他身为党主席，他应该要去做这件事情。现在柯粉都已经大乱斗了。你知道，像他们有一个大柯粉叫做陈清茂，这个 YouTuber 嘛，对不对？有。他昨天竟然开他的这个直播，狂骂3字经、5字经，结果在骂谁？骂陈志涵两夫妻啊！他说有种你就给我出来，怎样？可见其实坚定支持柯粉的这些人。他们对陈志涵他们这些战狼们在这一段时间的表现都是极度的不满的。没有，他发现他拿那么多。对，第一个带货也有 commission。对啊，第一个你拿了那么多薪水，然后你一方面拿薪水以外，你还要拿木可公关公司的，不管你讲说什么抽成啊，对，劳务报酬都好，反正你就是拿了木可的钱嘛，对不对？然后结果。阿伯的事情，你们永远都交代不清楚。重点，你只是在保谁？保你自己的薪水，保你自己的位置。你们不是在保阿伯，所以这些柯粉接下来才会反弹。那随着柯文哲被起诉之后，不管最后要不要延押啦，我讲真的，民众党最后的结果，除了他的1.5亿的补助款，其实政党的经营就是人才嘛，然后粮草嘛。那你现在没有好的人才会愿意去这个政党，那也没有
这些政商关系一曝光了之后，以后请问他们要募款，谁敢捐钱给你？而且捐钱给你们，结果你们党主席还给人家记账，没有就问一下，私下收，对不对？就好了。对，所以 USB 会不会有名字？对，所以他们其实是见面地点也会留下来，对啊，时间细节也会被曝就是光出来。说大家不会想要再去支持这样子的一个。可是如果真的这样，先华两个了，第一个。以你自己来判断的话，你觉得为什么柯文哲会做这一连串的一系列动作，包括民众党的反应？第二个，大家都很好奇啊，像仲成，他资本额是50万，他想说要募资，要募20亿，为什么要募资20亿？我们唯一找到的是他11月15号在我们节目专访的时候，你也在嘛？对不对？那天专访的时候，他有说国民党跟他谈那个时候跟他讲说20亿是门票，要选总统，20亿是门票，100亿差不多，要不然的话为什么会有一个20亿出来？好，那个这个两个题目我分两个部分回答。第一个是柯文哲为什么会这样？对啊，说实话，柯文哲这样哈，昨天我们大家在分析的时候揣测他大概就是2个状况了。第一个状况是柯文哲呢，就是丢一个自己要辞职的风向，试探一下自己党内的忠诚度啦，他钓鱼钓看自己党内忠诚度啦，这是一个状况。那第二个呢，是他等于说本人真的不想玩了，真的不想玩了，然后剩下那些阿里不达的事情，就你们党内那些狗屁倒灶的事情，人事也好，党代表也好，中央委员也好，那都是你们的事情，反正我只要看着我的官司，然后在这个地方就好，其他都是你们的事情。然后呢，从昨天到今天呢，我现在看起来，我觉得第二个这个机会发生比较高，为什么？因为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我这样讲啦。去年柯文哲跟国民党签6点协议的时候，也发生过一次啊，各位应该有印象啊，因为他签完6点协议之后，不就到5个节目来了吗？对啊，来5个节目完回去之后，干嘛？发生什么事情？反正当天早上的消息是陈智菡先哭嘛，对不对？陈智菡哭完之后呢，后来其他人跟着哭嘛，哭完之后再来柯文哲跟着哭嘛。你知道那3天的转折就是啊，因为我记得是从礼拜3到周6这3天的转折，你知道这几天有一个民众党的不分区立委现任呢打电话给我。然后我就跟他说：“你们蓝白要合的呢，那你们到时候你们不分区的票源，到时候国民党跟民众党之间不分区票源，到时候怎么投？听说你们民众党萎缩的很快啊，你的现在的排名的名次，你有机会进安全名单吗？”然后他跟我说：“这个青黄你不要担心啦，他说这个我们一定会解决，我们一定会搞定。”请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可以看得出来在。6、7、8名那几个嘛，我都没有说。然后呢，他讲完了，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反正他们会自己去搞定。这个蓝白合这个状况呢，就让他们这个政党票一直萎缩的情况一定不会继续发生。他讲这个话，五哥，你要知道，我听到的意思就是什么？他会去阻止蓝白合的那个状况嘛？结果后来事实看到的就是，你看从那一天开始1、2、3到第3天的时候，大阵仗的动作啦，民调啦，然后直接让整个蓝白合破局啦。确实跟他告诉我的一样啊，就如状况发生啊。所以那个是什么？你看得出来柯文哲本人想不想收？想收啊。他觉得整个选战里面选到好累嘛，又要钱又要人又要跑啊。如果打到此收手，我有个副总统可以当，未来还有部会首长可以指定，那对大家都可以交代了。那打到这边好像就很好啦，就可以做一个结束啦。但是偏偏旁边所有在抬轿的人都不想让他从轿子上下来嘛。黄珊珊不肯，陈智菡不肯，然后旁边这些不分区的也都不肯，这些不分区的都等着要上位呢。是啊，而且2年条款后面还有这个第9名到第16名在等的呢。所以这一些人一大批的人等着要上位的人，他怎么可能让你在这时候下轿？所以柯文哲那时候是被压着下不了轿，那个态势是很明显的。所以后来柯文哲啜泣拍给所有小草看，然后自己把话给说了回去嘛。阿贝不放弃，阿贝不放弃，小草就不放弃。那时候柯文哲讲的话嘛，这是去年大家看到活生生血淋淋的事情啊。所以现在你也可以看得出来，整个诉讼到现在为止，我只问各位一件事你有没有注意到，所有的跟民众党有关的人去到检方之后都被提示很多的资料，包括陈智菡去的时候，陈智菡自己说他有看到检方出示厚一叠这个。那个柯文哲跟陈智菡的LINE 对话记录，又看到另外一叠是木可公司人员的LINE群组的记录，那些都是资料啊。所以呢，分庸分润呢是从哪里出来的？也是从那里面出来的啊。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你看到这个到目前为止柯文哲的状况，他都看到这些资料被提示资料的时候，他心里看到完之后，他会想继续下去吗？他不会嘛？他觉得他的诉讼部分他已经受不了，他还要处理那么多党务的部分。所以，而且我这边再爆一个料，这一次的起诉书的内容就是我刚刚前面有提到嘛，刚刚那个东豪哥在讲的，说这个时间啊、地点啊、政商名流啦，反正时间、地点、讲话内容巨细靡遗，本次起诉书里面应该都会有啦。然后第二个，它更有趣的是这个
我那个好朋友写了一篇稿啊，他里面写的就是关于陈佩琪为何会掌握家中经济大权的秘辛这件事情，在本次的起诉书里面也会揭露。陈佩琪为何会掌握家中经济大权的秘辛这件事情，在本次的起诉书里面也会揭露。那大家去想嘛，什么叫做陈佩琪掌握家中经济大权的秘辛？陈佩琪不是本来就掌握家中经济大权吗？啊、那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什么转折，让到最后陈佩琪呢？这个经过一个转折之后，取得家中的经济大权，然后决定钱决都是他管，不要让柯文哲去碰任何一毛钱。请问是为什么？好。关于这段的事情呢，这个是听说起诉书里面会有，大家就等着看起诉书的内容。这是第一个，这真的是吊足了胃口。我在想，那陈佩琪的证人身份还能维持吗？好，这个五哥的第一个问题回答到这里为止啊，回答到这边为止。那第二个问题来回答一下那个众诚公司，因为众诚公司我觉得大家都忽略柯文哲的企图心跟想望啦。为什么这样讲？很多人在讲众诚公司的时候，想说啊，这个跟屯田计划绑在一起啦，看起来就是卖小物啊，各地区怎样？错，认为柯文哲弄众诚公司就只要卖小物，那是大错特错。尤其是当你看到说写这个企划的人跟前产发局长林崇杰有关系的时候，他就证明他不会只是一个卖小物的事情啦。你每一次叫一个产发局长写出来的企划，然后说这只要卖小物，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所以我们告诉大家，柯文哲最想要赚的大钱是什么？柯文哲最想赚的大钱，只是他没赚到而已。为什么？因为难度比较高。什么意思？柯文哲来，你注意看哦。当初我们在这个面对面也谈过财讯的这一篇。财讯的这一篇，当时我们讲的是跟梁秀菊有关的部分，可是这里面其实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柯文哲最想赚的钱是比照谁的模式？昨天谢龙介还在说柯文哲是学民进党的，错。柯文哲最想要的是刘太英跟国民党的中央投资公司模式，因为手上可以掌控很多上市柜公司，光是手上的上市柜公司的股价这个涨幅就不知道多少了。所以呢，你看柯文哲呢，他要的是什么？你注意看他下面怎么写的这一段下面怎么写？他写说，柯文哲走访各地，看到有潜力的青农跟文创公司，就想入股投资。党内还多次踩刹车，提醒他政党不能经营或投资盈利事业，还被柯文哲怪罪理由太多，幕僚倍感无奈，所以找上这个林崇杰让他去弄企划。为什么？林崇杰像这个淑慧在这边就最清楚了，产发局手上每年是不是要补助有很多新创事业，然后包括协助他们取得融资贷款，所以产发局最清楚，比一般人更有内线知道哪些新创事业它是有前途的嘛。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为什么你在看柯文哲在做的时候呢，他的前产发局长林崇杰啦，搞到在看台北市的新创事业，搞到自己还出了一本书啦，说他呢这一本书呢叫做《新创台北》，说呢透过奖励补助、融资贷款跟推荐创柜板，五个推荐到能够到创柜板去是怎样？到创柜板去是它就可以接下去就上市柜哦。因为创柜板还是需要去媒合议价上市柜就可以公开开始在做交易了。所以等于他辅导很多公司可以进当那个做进创柜板。那你问一件事嘛，柯文哲在里面如果能够投这8家都有机会投成功的话，他未来这个比如说我投10万块进去，10万变100万，10万变1000万的机会大不大？这才是大钱，这比卖咖啡的钱来得多很多。卖咖啡钱跟着怎么比？小 case 好不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是找林崇杰来做这件事情，然后来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这个事情？他要做的是一个好注意哦，周刊写他要做的是创投公司，是控股公司哦，他没有告诉你他要做的是卖小物的公司哦，所以你看到创投跟控股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他的企图心很大。然后好给各位看这一张，这一张呢就是他找来的担任董事长的这一位叫孙正强啦。这个孙正强呢，你看他的强项是什么？这边有写哦，他的强项就是企业重组跟企业并购，然后创业投资，这都是他的强项。孙正强哦，挂名董事长的是他哦，那他在里面挂名董事长，然后他的弟弟孙正华是民众党的中央委员，挂名监察人。所以你说这找来是不是这个强棒阵容？是哦，这个孙正尧当初哦，你看他是2017年那个时候在台钢旗下的九阳螺丝去当董事长，然后当了几年时间，让他转亏为盈，然后同时又把另外一家做焚化炉的公司也让他转亏为盈，所以他算是整顿高手。所以呢，你看
这2个讯息都是让你看到，就是一个是孙正强的讯息，一个是孙正强，另外是孙正华也当过这个台钢运输公司的总经理，所以这些内容你就知道说，他们兄弟的来头，柯文哲不是乱找人的，柯文哲找这个人来是为了卖小物吗？他又不是李文忠，只会卖咖啡而已，他找来的人是会做企业并购的，好不好？所以他找来的人是真的有那个条件，但问题是。他找来的人那个时候太忙了，他忙着在整顿他手上的九阳，他忙着在整顿他手上的新的公司，所以柯文哲跟他之间这个公司能不能走下去，是一个这个看起来他选择专心在自己事业上，所以柯文哲那一块他才会发声明说他那一块根本没有继续做下去，原因在这里。但是回答刚刚5哥前面所提到的那20亿门槛是怎么回事？是因为国民党跟他说选总统要20亿吗？当然不是啊！刚刚前面我们所谈的赚创投的钱，是我看到一家好的公司股价10块的时候我买进，然后呢以后它最好能够涨到100块，涨到1000块。以前林崇杰就前台北市的产发局长，那时候最爱跟我讲的就是他们代表台北市投了 Gogoro 这家公司，后来 Gogoro 到美国挂牌上市，股价赚了很多，这是他当初举的例子嘛。所以你就知道他们其实想赚的是这个钱嘛。那想赚的这个钱，可是呢，那为什么会有20亿这件事情出来？因为很简单啊，因为对于这些创投来讲，创投要在台湾要上市，就2个条件：资本额要20亿以上，获利率要连续2年都是6%以上。那资本额要20亿以上，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柯文哲那边企划的用词叫做募资要达20亿以上，所以他才告诉你。创投上市资本额要达20亿以上，那这什么意思？意思就是柯文哲想赚的钱，除了说这一些买股票的投资人之外，他的创投公司如果一旦成为上市公司的话，他的上市公司拿去再卖给其他投资人，再赚一笔，那个都不是20亿这个数字。对柯文哲来讲，那可能是20几亿、30几亿，甚至上百亿的事情嘛。所以那个才是柯文哲原始的梦想。台湾有没有这样的公司？台湾有好几家，其中一家就叫这个能帅亚洲啊。这家能帅亚洲，你看。它就是能帅集团底下专门做创投公司，做到成为上市公司，资本额30亿。所以你说这家公司的这个状况是柯文哲想要打造出来的公司。所以呢，大家在看那一家这个众诚公司的时候呢，觉得好像看不懂他到底要干嘛。其实他要做的很简单，他就是把柯文哲想要的中投公司模式，把众诚变成中投公司，只是那个难度太高了。国民党在台湾经营这么久，才有那个底子打造一家中投公司。而柯文哲，你就是手上有个都发局，有个几年的时间，你就想把自己打造成这个中投公司的模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投公司的模式走不下去，最后只能用木可公司的模式。OK， 义夫，可不可以简单跟观众朋友描述一下？国民党在势力最鼎盛的时候，刚才所讲到的党营，包括中投，包括所有这些，刘太英大家都知道，那时候大掌柜，国民党的党营事业在那个时候，当然现在没有了 ，OK， 在那个时候算富可敌国，不为过吧？那手头上其实就这样讲一次的选举，总统加立委的选举，如果需要的竞选经费是200亿到300亿的话，其实刘太英是笑一笑就筹出来了。真的可以说笑一笑就筹出来，因为国民党以前选举的竞选经费几乎都是靠他们的行管会，就以前的那个党产管理。那刘太英就是要缴，刘太英是去筹钱，但真的100-200亿对他而言就是笑一笑就可以拿出来。你要再简单的说。当初你笑一笑就过，苦笑。你想之前的李登辉执政的县市长选举，光县市长选举有的县市大一点的县市，那个党产那个党中央直接给的，就是2亿3亿在起跳的2亿3亿起跳，选一个县市长2亿3亿起跳后面。还留一部分的扣打那个一部分的扣打是选前大概2个月1个月，哪一个县市有当选机会而钱不够的，可能是一口气1亿就下去了，1亿就下去了。那如果认为你绝不可能当选的，你来要钱他就不给了，他那个扣打就摆在那边 ，OK， 所以他那个光是那个扣打摆在那边准备的。手头上最后选举再拨下去的大概10亿20亿，
之前拨下去的都不算哦。所以你对刘大英来说，一次选举100-200亿，当时对他来说真的是用笑的就可以拿出来。OK， 当然，所以刚才也特别讲，对现代国民党，其实我相信，包括用现在的国民党这些新生代这些所有在打仗的时候，大家没有办法想象当时的那个状况。政党政治就是这样了，我觉得大家公平一点啦，大家就各自来讲。再讲一个最好笑。国民党以前党产都还有开 KTV， KTV， 这还开 KTV， 哪一家？民生北路之前的那一间，原本是国民党的 KTV 的，是党营事业，是中广底下的党营事业。国民党除了有女陪侍没有经营以外，其他什么都有。对你讲那一家，因为我还去那边录过音。那是中广旗下的那个公司。对啊，那中广当时是国民党的党营事业。那时候就有 KTV 吗？有，那是中广的啊，中广的。我知道那一栋楼，你看它多元化经营 KTV 啊，没有那一间 KTV 是党营事业。不是说那一栋是党营事业，我说那一间 KTV 都是党营事业。所以柯文哲确实是在学国民党，他又有智瑶科技，对不对？然后又有木可公关，又有一个众诚顾问公司啊，那太小了，那太小了，这个太小了。学了皮毛，学了皮毛，比不过一家中投。OK， 可是所以现在看起来的话，柯文哲真的好啦。其实柯文哲他是个名医。他在政治上面卷起了千堆雪，是国内算是第2大在野党的党主席这些，但是在你的角度看起来，他真的如果当集团的总裁，可能会发展得更好哦。可是不一样啊，人家真的是在做生意啊。可是他成立这么多 ATM 哈，我觉得他成立都是 ATM， 用来存钱、提钱、转账。他不是在做生意，他没有一个真的在做生意。大家可能没有看过抽水马达哈，它也很像抽水马达，有固定式跟机动式的啊。当需要的时候再加机动式的，像那个募款小物一样哈啊。在最后就是多机齐发，滴滴丢滴滴丢滴滴丢，在抽水吸金嘛哈。像那个募款小物一样哈啊，在最后就是多机齐发，滴滴丢滴滴丢滴滴丢，在抽水吸金嘛哈啊，平时有固定式的抽水哦，所以他为什么要设立这些呢？因为身为候选人4年才募一次而已啊，怎么够花呢？4年才能去跟人家募款。但当他成立民众党以后，他就可以一直跟人家说：“我的党很小很穷，请你捐钱哦，我有这个责任额，请你捐钱。”当他成立基金会的时候，就可以说：“哦，你不想捐给政党，怕敏感，没关系，我有基金会来账号在这里哈。”当你不想捐给基金会，没关系，他就跟黄成仁说：“我有木可，请你给我一点业务哈。”所以他有很多，你知道，像那个菜单一样打开，你要吃素可以吃素，你不想吃牛肉，我有猪肉，所以。你知道他成立还有一件事不想曝光，我有 USB。对哈，你可以拿现金哈，我也会记得你的功德的，因为我会记在 USB 上，逢年过节会记得送你礼物，我不会忘记的。所以你知道柯文哲就是设立很多 ATM， 让他这样子转，让他这样转，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为什么陈佩琪会拿着提款卡到 ATM 去这边提款转账、提款转账、提款转账？他们家就是这样，要把钱这样洗来洗去、洗来洗去啊。后来包括成立智瑶也是这样，发现说一家木可洗得不够快，因为最好洗的就是到私人公司，因为我们刚刚讲的那一些都还是有公益性，协会、基金会跟政党都必须要受不同的主管机关监督他的财务，只有民间公司，你只要按时缴税。基本上不会被查，所以发现说洗到木可，最简单最方便，木可到再给柯文哲就干净了。成立一家私人公司洗得太慢了，再成立一家智瑶啊，而且以他儿子的名义，那就跟干净利落。所以要再成立智瑶，谁知道被检举了，赶快停掉。所以我曾经说过，以选举募款加上整个政党来说，他的20亿的 KPI 我初估啦。目前已经完成了一半，10亿左右哦。所以如果这件事情金华城没有bec康的话，2028年应该是可以目标完成哦。而且柯文哲早就给自己设下一个断点了哦。大家没有发现他之前在进去之前，他曾经接受过专访，
自己抛出一个让大家觉得很意外的这个的话，他说啊，哇，2026年民众党没有选好的话，就要收摊了。就很奇怪，政党都是可长可久的，你没有选好就再接再厉嘛。国民党过去有好几次也没选好啊，14年也没选好啊，好，那16年也没选好，我们18年就选好，哪有1次2次没选好就准备收摊了？本来听那句话都觉得他是要用。你知道要用那个没有后路的方式，然后希望鼓励大家能够让民众党2026选好，但你的解读完全不是。我的解读是他捞完了，然后民众党差不多也要收起来，他也没有要交给别人了。每一个 ATM 都只有他自己能操控哦，你不要忘了法官裁定书里面写得很清楚。他对他每一个账户，他都可以指挥，巨细靡遗，环环相扣，精明干练。所以你是在家里面背这些，包括所有的裁定书内容，用法官的最法律律法。所以我就说，这一些 ATM 的指挥权都在他手上。好，那他刚刚那个控股公司，他错就是错在不该找林崇杰。因为林崇杰的本业是都更，不是产发，他是建筑师。对。可是你说，然后都更也搞砸了，没有。金华城呢？没有，他是从都更被调到产发。可是阿淼是现在看起来的话，好，最新的一些讯息是讲说，因为下个礼拜24号是大法官同意权的行使。所以北检有考虑，因为不想要把政治跟那个司法之间摆在一起，引起太多的一些纷扰。所以最可能起诉的时间不会在24，然后会落在25，可能在礼拜3。好，不管什么时候，应该就是下礼拜就挑一天嘛。而这一天，我前面这几天一直都告诉大家，那个起诉书是所有可能会影响到，包括柯文哲的未来，包括民众党的未来，包括国内政坛从起诉以后会是什么样一个状况，那个起诉的内容写得好不好，证据够不够，能不能有一枪毙命的，甚或大家要看的，可能更想看的是那个包括证据清单跟所有的附件吧。那里面就可以看出来，包括刚才青黄讲，是不是那里头有连佩琦，为什么会是为什么取得经济大权？是因为台大那一件事吗？不，请看起诉书。对，就看起诉书。所以很多事都要看起诉书啊。当然是看起诉书啦，因为起诉书出来之后，首先第一个检方现在手上掌握的证据以及案情的梗概会被理清。到底有谁是明确涉案？有谁是疑似可能要签分他案等等的这些情况，起诉书一定要呈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看起诉书可以去确定到底羁押柯文哲这2个月有没有正当性。如果里面写了证据很充分，对不起，4个月，对，2+2，证据很充分，然后论理很清楚，那大家都会觉得说，对啊，那你被押进去这4个月，检察官确实是在办案，而且你也确实做了这些事情的话，那不能怪检察官为什么要羁押你4个月，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起诉书最重要的倒不是政治面而是关于说。最近在所谓的人民对司法的信心上面，这份起诉书会是一个关键点。写得好的话，人民对司法的信心会上升。而人民对司法信心上升的时候，其实北检你也不用去考虑说你要在立法院投票同意大法官的前或后了啦。就不用考虑这个。司法本来就不应该把政治考虑在这个里头。而且如果你起诉书写得好，你在大法官人事审查之前就写完就公布出来的话。那你也不用担心白银是不是报复你啊？因为他如果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人民还会觉得你看你是更小灯熊，对不对？所以不需要有政治考量，不需要。那我自己也觉得说，其实北检什么时候公布，我在猜啦。那个关键应该是说，因为这个一定是很多检察官合写，那就像很多分组报告，所有同学合写的时候，最后一定要有个整合。那这个整合是最困难的嘛？就像我跟淑慧做这个金华城调查报告也是一样，那个整合的功夫在最后其实是要花费很多时间。而且他们现在在做 QA 跟 PowerPoint 的部分，所以下个礼拜节目如果要用手板，应该很好做。对，因为他都有 QA， 让大家直接有这样对照着。那关键就是说，在政治上面，最终的裁判还是人民。你起诉书出来之后，民众党骂归骂，可是他得面对他自己支持者的反应，他得面对中间选民的反应嘛。那包括蓝或是绿，其实这一局也不太干蓝绿的事情。我觉得蓝绿的支持度不会因为这份起诉书有任何的变动。
大多数对白失望的，他现在是转为观望。就说那他是觉得柯文哲不好啦，那蓝绿谁值得支持？所以蓝绿的支持度的消长，还是要回归到其他政策议题上的交锋。那起诉书有关于谁的存亡，只关于这个白的存亡。那你嘴巴再硬这个我们经常讲，有些人就是嘴秋啦，很会辩，很会骂，很会怎么样？你最终还是要面对你自己的支持者怎么批判你。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跳出来批判白色力量的原白色支持者越来越多，而且很多本来都是深白色的像大家在谈论他们以前的一些前党工啊，或者是说这个天字4号党员啊、惠龙姐等等的这些东西，他们以前都是最支持柯文哲、最挺的。那在起诉书出来之前，这些最挺的都对你打上问号了，更不用说起诉书出来之后。所以如果今天这个柯文哲辞党主席之后，他们没办法展现出一个痛定思痛的态度，其实这是柯文哲给他们一个下台阶。柯文哲主动辞啦，那这时候你出来扛的人，你就是扛责任，而不是争权夺利。但是如果在这个时候都还在踌躇要怎么面对，你还紧抱柯文哲的话，那我认为这个党支持度继续往下走只是早或晚的问题。对，刚才新闻网有冒一句话出来，因为有传一个讯息讲说，起诉书里面包括有没有 QA 啊，所有这些，因为这个案子是涉足案件嘛，重大案件，所以检方起诉以后一定会开记者会。那我本来是觉得是起诉书以外，应该是在记者会或是给媒体的一些相关资料里头，因为应该会有简版嘛，然后包括在那里头可能会有一些 QA。有没有看过起诉书写 QA？ 起诉书没有 QA， 但是新闻稿会有。新闻稿嘛，就一定是这一段嘛，这是标配，好不好？因为陈水扁的时候也有。对。我最大的一个场地好像还不是在北检那一间，我记得是王佑珍的那个中华银行的时候，那个不够用，那是最多的，因为他那个公司太多。那如果用陈水扁的作为一个规格的话，就是 PowerPoint 一定要有，然后要解释很多。那有 PowerPoint 就有 QA。因为 PowerPoint 的目的就在解释 QA， 它只是 QA 还有文字，那个就直接用图表，告诉你那个关系。然后如果是资金的话，金流走向。所以这是一定要做的事情啦，否则那一本你怎么看？你要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消化完毕，很困难。可是最重要的通常不在 PowerPoint。所以我刚才讲，我在好奇那个亲眼目击的在市长室的还有市长室的，市长室有2笔是啊，有一个目击的啊，就是除了橘子以外还有一个啊，那个不知道那个人的想象不知道跟佩奇讲话的那个不知道是同一个还是不同一个，我想象成是同一个。那个才是最重要的。那个告诉你一件事情，如果那个可以被证实的话，就是我以前在讲说钱存在一个这个保全很好的地方。你租一个豪宅，租地保，把钱放在地保里面，你应该很难抓。放在自己家里也很难抓，但是放在自己家里有个风险万一搜索的时候就 bingo 了啦。那表示有一些钱消失了。我现在想知道的就是那一段话的头尾到底是怎么样。东豪，你刚刚讲那个东西摆在哪里，或者柯文哲大概从头到尾没想过，检方敢去中华民国主要在野党的家里面去搜索，他应该没有想到过会发生。所以他那天他才会在门口那么生气啊。可是他更没有想到，他还是想过，没有钱藏到哪里了。他表示钱有搬走嘛？可是我觉得他最糟糕的一件事情是忘了把随身碟销毁，那个硬碟啊，随身硬碟东西。可是本来这整件事绕着柯文哲主席，包括从金华城，包括政治现金，包括这2天是因为前几天检方是包括传了民主党一些相关的干部嘛，陈哲翰啦，包括吴轩啊，所有这些，所以大家现在开始就是在看就是那个。竞选小木可小物跟政治现金甚或未来会不会因此还会有其他一些问题？严凤，你们自己看那个钱跟小物跟政治现金那个流窜之间的那个分野，包括陈善跟你讲的那些相关连接解释，你会怎么看？
我一开始我是骂他们说法盲啊，但我听了他们后来的说法，我觉得他除了法盲之外还很无知啊。为什么这样讲哦？因为他们把当时小英总统选举的小英商号拿出来做比拟嘛，哈。那我跟大家说，小英总统他选过3次的总统。在第一次选的时候，他这个小英商号其实是因为政党本来就不得经营盈利，所以我们民进党那时候就是跟一间公司就签了合约，那是全的就让他们去卖，但是盈亏是由这间公司自负，好开立发票，那我们也没有付任何的授权金给这一间公司，所以他们去扯说什么有中国人来买小物的这件事情，我举一个例子哦，这跟什么国籍的人来买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它就是一间公司，然后去卖这些商品，盈亏自负，很像说我去士林夜市逛街，我买一杯珍珠奶茶，跟我是欧洲人买或者是中国人买没有关系。可是这公司所有盈亏自负完的所有的钱都跟你们没有关系，完全没有关系，因为那个时候一开始我们的量有没有，其实卖的也没有那么多，对，所以就干脆就是等于是就是让他们去处理。那后来到第2次、第3次选的时候，就有所谓，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个什么飞行外套啊，那一种，就是说我们捐，比如说2000块好了，你就可以得到这一件外套。那个量后来是直接是由我们民进党开的，然后所以钱是直接进专户，政治现金专户，就后来的选举就没有了这一间公司。OK， 所以那你们有折扣码吗？当然没有啊，所以不是因为这几天后来是比较像我们一般选举过程用送的，捐多少捐多少送多少，我们通常是这样。对，比如说你捐500块就一件 T 恤，是把他那个竞选小物委托给一个在内湖的一个公司，是那家公司在卖，但是他会在竞选总部设摊，那营收是那一边。对，好啊，回过头来讲，他把他小英商号比作木可公关公司，那我就问嘛，好。今天柯文哲的政治现金是不是有付了1300万的授权金？给了木可嘛？那后来又有3800多万的所谓的政治现金里面的账又流到木可嘛？那木可又汇了450万给柯文哲，现在又被查出说约谈了陈志涵他们是有钱又流到了陈志涵的他们，这个不是说钱的多寡问题，而是你把政治现金洗成了柯文哲的现金，以及陈志涵你们领到的现金，这个才是重点，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事情。所以第二个问题是，大家记得陈志涵我们今年8月在讲木可公关的时候，他们整个民众党都跟我们讲说，这个跟民众党没有关系。那现在你又被查出来，为什么你们会去领木可的钱嘛？你也没有办法解释啊，就很像我们9月份在讲众望基金会的账的时候，陈志涵也告诉我们说那个跟民众党没有关系。结果现在你们送社会局的账务，社会局打脸你们，结果是谁出来否认？周瑜修，周瑜修是民众党的秘书长，你为什么要去否认？你为什么要去代替众望基金会？所以这是前后不一嘛。然后，而且陈志涵他当年在去年12月，他去发了这些文的时候，四叉猫昨天就有出来踢爆，他就说你当时的脸书，包含下面的留言等等，第一个你有折扣嘛，第二个你还讲说，对，这个就叫做募款。它根本不是一个所谓单纯的商业行为，所以你1年前你自己承认说这些都是募款，结果你1年后被检调约询的时候，你就告诉大家说这个叫做一般的商业行为。结果你1年后被检调约询的时候，你就告诉大家说这个叫做一般的商业行为。那请问，我刚刚讲了前后不一，所有的逻辑混淆。再来，你们根本大家不要忘记，陈志涵你是有领他柯文哲进总的薪水，而且他还领了奖金30万。那你是在卖因为一般我们政治人物我们在选举。我们都是希望大家都可以穿着我们的服饰，然后出去帮我们宣传。
我们也会帮小英总统跟赖清德总统宣传，但我们从来没有说会去有折扣嘛，或者会有抽成，或者是有什么劳务费这一种东西的。大家都是希望最好满街的人都是穿着我们的衣服，这个就是一个宣传的标志。所以只有民众党的账会有问题，不管是民进党或者是国民党也好。不会有政治人物去做这些。如果假设按照他们的逻辑以后我跟淑慧选举我们都来开公司，淑慧公司，我觉得我们的小物就都全部都给这间公司卖，然后全部都是我们自己赚钱，都不要去申报政治现金，可以这样子吗？我觉得这个倒还是小事哈，重点是政治现金法因此就出了一个漏洞了哈。昨天我刚好跟冠廷在另外一个节目，我就请他赶快去问那个小英3号的，那就是跟那个严凤讲的一样。第一次的小英3号就有点像是有人觉得那时候觉得可能蔡英文很红，然后请了授权以后，他自己自负盈亏嘛，哈，那所以那是另外一回事哦。因为如果说像木可这种模式的话，哈，确实外国的资金或是中国大陆的资金可以借由这种方式来大量去。假装去买了木可的商品，可是就把政治现金洗进来了，或者是借由抖内的方式，大家记得这个他们的 KP 频道收了非常多抖内，那其中可能有很多海外的抖内就进来了，他连包含那这些进来以后，他们是汇进木可，刻意不汇到政治现金里面，为什么？因为他们要规避政治现金法里面，我们不能收受海外的政治现金，那这里面是好几百万那其实这个如果这个是政治现金法的一个漏洞，就是外国的资金介入台湾的选举。那这个如果是说真的发生说对岸如果要借用这种方式的话，其实他们的这个是可以灌进来很多的我觉得借由这个事情真的是可以去修一下政治现金法，去防堵这个漏洞。可是玉峰，现在如果一路往下本来是柯文哲的你说从进化成政治现金，那是从8月开始，大家发现那个账一团的乱的时候开始延烧，整个延烧到现在。但如果照检方现在问了这几位，当然到目前为止，大家都还是证人 ，OK。可是就算是证人吧，如果照媒体上有一些人报道在讨论说，这刚才讲的那种模式会不会也会有一些法律责任的话，那民众党会不会有人就直接讲说，你看吧，你们现在是怎么样？现在是要搞到我们整个政党团灭的意思吗？你们就是赶尽杀绝到这种地步吗？我不晓得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因为就是家事清白与违法者的关系而已嘛，这也没什么好讨论的嘛，当然他们现在的所有解释，回到柯文哲被搜索的前一天，8月29号的记者会，柯文哲啦、黄珊珊什么全部在场嘛，就是那个政治现金一次说明会那一次，看一下这张图。旁边就是陈志涵在解释，靳总与木可的合约争议，政治现金底下纯捐款，斗内换小物，这个我讲一下他的原文，陈志涵当初说的原文，政治现金主要分2块，对，一块是纯粹的捐款。纯粹的捐款就是什么用支票、用什么汇款现金等等就说明那个纯粹，那个就等于说进政治现金专户的那一块比较正常，他自己下面接的而另外一块呢是所谓的斗内换小物，斗内换小物是你说的政治现金，不是我们说的这他记者会公开讲的不是我们说的他上节目访问的时候也有说，这都他说的不是我们说的而且现在影片都还在各位都可以去看他的说法影片然后呢，他后面一直在说的时候，就是当初不是一直在争议是销售总额的10%还是成本的10%，当初不是在争议这一个，他有说签了2个。合约，对，一个是柯文哲跟他的肖像授权合约，2023年5月20号竞选总部成立以后，跟木可签了一个合约，是竞选总部跟木可签的甲方与乙方非常清楚所以才会有合约争议嘛然后他在另外一张 PowerPoint 又讲木可公司主张的是他们作业管理费指的是
整个捐款换小物在地方平台上所产生的募款总额的10%，募款总额，募款，募可在募款吗？不是吧？不是吧？不可干嘛募款呢？好，然后讲了这么多，都告诉你，斗内换小物是政治现金的一种，是政治现金的一块，现在政治现金跟小物分开来了，无关了。那你8月29号在说谎骗我们了。他骗我们第一次。对啊。好了，你们俩兄弟是，我也我不跟你计较这个问题。另外衍生一个问题，当初他们在合约争议的时候，他在说，你成本，你只能收成本的10%，就是小物成本1399万。你只能收139.9万，你不能用销售总额的1.5亿跟我收1500万，所以你要还我多少？你要还我1300多万。好，那问题出问题咯，成本包不包括那个折扣码的钱？包不包括？照他的说法是不包括的。照他的说法是不包括那个。包括吴怡轩的穿衣服上节目的6000块啊，那个什么时候是不包括的哦，是不包括的哦。那不包括这笔钱，就叫做他所谓的募款总额里面的一部分哦。那他为什么可以拿政治现金的钱？这个要说明啊，折扣嘛，为什么你可以拿政治现金的钱？因为这是他解释的，这是陈志涵自己说的。那换言之，除了那139.9万是成本，我给你募可以外，其他的钱都是政治现金，你要给我回到竞选总部来哦。那不对啊，那回到竞选总部的钱，应该回到竞选总部的钱，为什么你们都有分到？那不是政治现金吗？那如果检察官真的认真计较的话，这个算不算公益侵占？算不算公益侵占？还是算诈欺？还是公益侵占？两个选一个啊，因为这是政治现金。他说的分佣也好，劳务也好，宣传费也好，都是从政治现金里面拿的。那这算什么？要不要解释一下？我所有用的东西理论基础，对不起，全部是你陈志涵说的，我没有去歪曲你任何一句话。好，那你陈志涵现在告诉我说，政治现金与小物是不一样的，检察官怎么有此误解？难怪有恐龙法官啊！检察官有此误解，骂的是恐龙法官，我也不懂啊，我也不懂。所以刚才严凤说他们是法盲，他们并不是法盲。你从他29号的解释，你就知道他都清楚。现在是被检察会约谈了。有没有罪行的问题，我要去找另外一个解释。他并不是法盲，你从他29号的解释，你就知道他不是法盲。先往财经专家可不可以简单的告诉我，尤其像最近几天大家都讲那个折扣码，对，后来才有人解读是说，因为折扣码是可以到后台以后，你可以看得出来所有的流量归到谁身上，是要用这样做区别吗？那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些的区别性？会真的涉及到什么样一些问题吗？这个折扣码其实非常非常普遍啦，就大家开团购的时候也会看到折扣码的存在，然后这个看到很多购买的行为，包括像那种直播带货的也会有折扣码的存在。那为什么它会有折扣码存在？你先想象从上游有一个厂商，这上游厂商他要卖笔电，那卖笔电呢，他委托这个严凤卖，然后委托东豪哥卖，也委托义夫哥来卖。那所以呢，委托这3个人卖，可是我要知道到最后的这个成果你们的每个人到底卖了几台出去嘛？比如说严凤卖了200台，东豪哥卖了300台，义夫哥卖了400台，所以呢，你们3个人所卖出来的数字都不一样，所以我的后台自然会有一个报表，这个报表会结算，就是说严凤200台，东豪哥300台，义夫哥400台，然后同时呢，它还会有一栏就是
分润，因为你们大家分润不见得一样。比如说这个，因为这个义富哥特别会卖，所以义富哥的分润呢可能是3%啊，多少个可能是2%。我的业绩排行榜在第1名。第1名冠军。你是很认真的觉得义富会卖的比他们2个好？我举例而已。真的，这是举例。这个问题可以不要问。好，举例。我只是举例。然后完全3副你要请客。没有。但是我能够确定，我没有穿1次衣服就可以领6000块。然后所以这个它里面的分润比例呢，3%、2%、1%也要写在里面。最后呢会有登账，会有个报表会出来，就是告诉你说，这所以严凤可以分到多少钱，东豪哥可以分到多少钱，然后义富可以分到多少钱。那个后台报表我们以前都看过了，因为其实那就是一个电商的系统，有人做了一个公版的模式。那这公版模式呢，然后给很多公司，包括一些这个想做这个电商生意的人去套同一套模组，所以大家都我猜啦，这个木可用的应该还是同一套模组啦，所以是一样的。好，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折扣码的原因。好，讲完折扣码的部分呢，我们再讲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有折扣码啊，所以大家在卖的时候呢，你是拿着自己的折扣码去卖，所以它本来就会有业绩压力，不要说没有嘛。所以你从学姐黄静莹自己在那个 KPTV 上面的时候，他就告诉你说我有业绩压力啊，而且他说冲着学姐这个名字，就自然就有业绩压力了，好像就是因为她是学姐，所以就应该卖得特别好。所以在这里面好，这边是商业行为，对不对？看起来是商业行为，但各位你不要忘记了。我们在讲是一般的商业行为的时候，买的是笔电，买的是一般的生活用品，买的不是基于选举去买的东西。基于选举，基于特定支持候选人，所以我去买了这个商品，这个叫做竞选小物，这个是政治现金。所以那这个部分其实这2天法令解释很多，我就不再解释了。所以我只让各位去看一下陈志涵自己在上这个网络节目的时候所讲的原文，他的原文的部分你就知道说，其实检察官一开始这分2个部分讲。第一个，我觉得检察官一开始真的没有想的那么复杂。他就是找你来问说，这边这个政务有提到说你们有拿到分润分佣在木可的群组里面，然后这边呢看起来报表上面有，然后这边有你跟柯文哲2个对话，所以原始检察官是要问这件事情而已并不是说刻意要办他什么事情其实检察官没有但是陈志涵跟吴怡萱他们的反应呢？他们反而做了过多的反应，让大家觉得说，哇，那你看起来很多是你故意明知那为什么这样讲？来，第一个，你看这个各位只要看3张就好。第一张的部分呢，这个陈志涵他在面对主持人访问的时候，他说他去北检一开始就觉得不舒服为什么不舒服？他说检察官拿徐府的东西问他说徐府的业务跟我又不相关，徐府处理的跟我不相关，他故意拿这个东西来问我，那你们就去问徐府就好啦。所以这个东西他也觉得不舒服，好，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对检察官来讲这个很难搞，拿徐府的东西给你看，你这样也不舒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一段他就开始在解释了。在解释说，他说检察官一直在打转，把政治现金跟木可小物一直在打转。他说我们是斗内政治现金送小物，12月的时候才推木可小物，所以募款小物跟木可小物是不一样的。那我请问你，这跟检察官在问你的事情有什么关系？检察官要问你的就是钱你有没有拿到啊？然后你承不承认里面就是有这个分佣的状况啊？可是他开始在跟检察官在挥说，你们都在把政治现金跟木可小物打转，木可小物汇款小募款小物汇款小物木可小物，不管讲什么小物，他讲我都挥掉了，他就不是政治现金。木可小物汇款募款小物汇款小物木可小物，不管讲什么小物，他讲我都挥掉了，他就不是政治现金，好不好？他不是要讲这个。OK， 好，这是这一章。第2章的部分，解释一下，你看它的标志上面还特别写斗内换小物1.51，金额都是他们写的金额都他们写的，所以当时他们就认定那个就是政治现金啊，斗内跟斗内小物又跟小物又再分了。他现在告诉你有募款小物、木可小物、募款小物、木可小物。好，募款小物是这个，木可小物是卖的。然后现在跟你讲了2个，发音要标准。好，我讲到后面我发音已经越来越不标准了，对，会讲，会乱掉了。然后呢，第2章大家看陈志涵跟检察官起了争执啊。他跟检察官起了争执他为什么跟检察官会起争执呢？其实你可以看他跟检察官起了争执，而且他起争执的原因呢，这个地方其实各位可以看他起争执的原因就是他还是在跟检察官讲说这个木可小物他还是在讲你看
他还讲说购买竞选小物不能等同于政治现金，他又再回一次。这是卖的木然后呢，他对，然后但是这一段呢，然后他还故意拿小英商号来背书，说那个小英商号，你看有外国人来买，政治现金外国人不可以捐啊，那有外国人可以买，所以表示说什么那个被外国人买走的竞选小物就不能叫做政治现金，他拿这个来解释，你知道吗？坦白说，如果当初小英商号有错，是要罚小英商号，而不是拿这个去扭曲说这个竞选小物不是政治现金。然后下面呢，这边重点他讲什么呢？你看哦，他在提到一件事哦，这就是他承认的哈。检察官其实要听的是这一段。不可讳言，木可公司2月份真的给我一点点劳务报酬，那根本没有多少，非常非常少。它是一间公司，它把它的营收分一部分给我们，那是公司的营收、盈余、收益，不是政治现金嘛？他就讲这一段，就是说我有拿到钱，但很少很少很少，而且那个不是政治现金，他就再讲一次。这是他原文啊。不是黄国昌有没有听到？这涉及不涉及侦查不公开？哎，深蓝汪汪不，他现在是证人，不限制啊，他现在是证人，他现在是证人。然后呢，用最宽松的来看一下，好宽松一点。然后这边呢，陈志涵呢就再继续讲，他说我们很明确告诉检察官，政治现金跟木可小物卖的不一样。OK， 你为什么要一直要把它混在一起谈呢？你为什么要一直跟我说你这个就是政治现金啊？他就是跟检察官一直在吵，一直在撸说这个就不是政治现金。然后呢，所以他就说政治现金有政治现金的专户，大家捐款就是捐到政治现金专户去，你买小物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嘛。所以他还是要继续扯。然后最后一章啊。最后一章呢，这个很有趣的是，最后一章其实提到的就是跟证据有关的比较部分，他其实讲得很清楚哦。最后一章在这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陈志涵一直批评说检察官一直打结，一直打结，那是因为你陈志涵一直要熬，一直要熬，一直要熬，所以检察官跟你就处于一直打结、一直打结、一直打结的状况。然后证据在这边，其实陈志涵自己有讲。他提了3件事情，第一个他说，如果是抽佣的话，木可要有报表给我看啊，但是木可没有报表给你看，不代表你没有抽佣哦，很可能是他的后端的报表你没有看到而已啊。可是他说，因为他没看到报表，所以他认为没有抽佣，所以他认为只是一个感谢金的概念。陈志涵认为他从2月份从木可拿到钱，那个叫做感谢金，不叫做佣金啊。然后再来。他说，检察官有他跟柯文哲的对话记录，厚厚一本，然后有木可公司赖群组的记录，所以他说检察官用片面讯息要把它兜成一个故事，所以5个人就可以想一件事。检察官会自己直接去用那个抽佣分润这4个字吗？不会嘛，他一定是在证据里面看到有人写到抽佣分润这4个字嘛，然后他一定是在里面看到就是说这里面有关于有金流的动向，钱有出去嘛，所以这些字是检察官在证据里面看到的。所以呢，你可以发现一件事，好，我最后快速做个结论，我觉得。陈志涵他们这次到北检去，北检其实本来没有要为难他们的意思，但是因为你去了之后呢，第一，好厉害哦！你陈志涵跟吴怡轩，然后跟大家讲法都一致，都说那个就叫商业行为，那都不叫政治现金。这看起来有没有串好的问题嘛？这是一个问号嘛？那第二个，看起来你们以前开记者会知道那里面有政治现金啊，但是在这一次里面，你们特别强调说那叫商业行为，不叫政治现金。请问这里面有没有明知跟故意的问题呢 ？OK， 那立法院现在重头戏，包括选罢法，包括限诉法，包括财划法，所有这些，但你可以透过新闻，大家知道今天立法院里里外外那一片的纷扰。好，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那先让你看一下相关的一些的报道。来，我没有进去啊，我再往前走一点。国民党，大家看到这个就是被破坏的玻璃，那玻璃破。我从来没有讲到你，大家都看到了。违反主席的呀，可以38趴才当作罢免吧。有人民进党去外面打国民党的委员了。杨延凤，那整个场面，包括外面青鸟，中间在过程当中一路想要冲到立法院议场里面，包括里面刚才你看到所有画面那一些镜头，正国民党有喊出来说，未来1个月是国家非常关键的时刻，为什么？因为其实今天最重要的是3个法案嘛，好，选罢法、财划法，包含这个宪法修正法的宪法法庭的部分。那其实昨天晚上就有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因为我也有去到现场，那人数大概也将近1万人哦，陆续一直，而且在立法院外面，在外面，那有在游行的
这样的状况哦。其实我去观察来的这些人，其实有很多都是年轻的朋友，他们自主下班了之后，然后带着他们的不管是追星的这个手灯也好，或者自制的举牌也好，就是来到现场做声援。那当然，今天在讨论的是说，为什么我们民进党要用所谓的破窗的方式？因为朱立伦主席，好，他把我们讲成叫做什么？青鸟、黑熊、绿蟾蜍。我觉得这个如果作为一个政党的主席去讲说，我们叫做绿蟾蜍，是一个非常不恰当的。为什么我这样子讲？其实讲破窗的这件事情，大家不要忘记了，过去蒋万安也做过这个事情。也不是说现在是民进党在做嘛，所以你们国民党，我们今天民进党是为了说要去捍卫这3个不该通过的法案，而且在先前你们在委员会里面不让我们的立委进去开会，用锁门的方式来剥夺我们审查法案的权利，这件事代表什么？代表这个是整个流程、整个的过程是违反我们的程序的，包含我们现场有3位议员在这边，我们在台北市议会审查任何的法案跟预算都不可能去把那个门锁起来，不管你的召集人是国民党籍或者是民进党籍，这个是议事程序必须要完备，你不能有这样子的瑕疵。那看起来包含现在那一天的这个议事录，国民党也要强行通过，包含在今天3读的部分，这个我们都很想要问，很多支持者、台湾的民众、年轻人都在问说，为什么国民党要急在这个时候？大家记得今年年初你们去开共识营，说要以民生法案为优先，但是现在看起来他们推的全部都是高度政治性的法案，那到底在急什么？现在看起来，他们推的全部都是高度政治性的法案，那到底在急什么？我就回顾一个讯息哦。其实今年5月份，这个袁宏斌教授就有提出说，早在今年1月21号，中国的国台办就向习近平跟王沪宁缴交了一个所谓的占领台湾立法院的这样子的一个要点嘛。当时就有讲到说，必须要透过立法院，比如说去挡所谓的这个潜舰的预算，好，然后去影响我们的国防的自主，那也包含了所谓的扩权的法案，好，包含这个宪法法庭的诉讼案就是其中一个，包含去要求所谓的总统的质询权的部分，包含之前上一波的青鸟在讨论的这种种，也都是1月27号，就是国台办已经缴交给习近平跟王沪宁，他们现在就是里面都是预照这个版本，是啊，看起来就是啊，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有4点的重点嘛，那现在看起来，为什么大家讨论说，为什么那个傅昆萁只要去到中国了之后回来，就是都在推这些法案？那当然部分还有所谓的叶元之他们这些人自己害怕被罢免的压力嘛，要不然叶元之，你今天为什么你要在第一线？然后呢，你今天害怕被罢免，你选择用这样子的方式，用碾压的方式，然后也不顾多数我们年轻人的民意，然后硬要干这件事情。这个宪诉法是在规定宪法法院他们开会的一个程序嘛，跟立法院扩权有什么关系？立法院又不能去帮宪法法院开会，也不能去管宪法法院开会，又不是说他们开不成会，我立法院就可以帮他开会，这2个是完全不关的事情，我觉得要搞清楚哈。然后不要一天到晚去扣红帽子。坦白说，我个人是非常遗憾哦，这20年来蓝绿一直用武力值去解决问题哈。我没有要帮哪一个政党讲话哦，像我不会因为说蓝绿这样打起来，我身为国民党就说怕了一个嗨戏哦，我其实是很想说不要再打了这个国会的打架对我们来说是台湾都一起觉得很丢脸如果我们的民主到最后上个礼拜讨论的是国民党封门，这个礼拜讨论的是民进党破窗都不是很好看如果说但是如果国民党没有封门的话，你刚刚在讲话的时候我非常的安静，这就是一种民主的尊重
这2天青鸟如果在这个国民党前面抗议国民党在立法院的做法是不民主的那我们都希望是放下拳头，拿起麦克风来论述。那昨天晚上，民进党马上上演一个更不民主的破窗爬门封3秒交。好，那也没关系。我上个礼拜就说了，蓝绿两党就是这样他方唱罢我登场就是永远都在高手过招，这是讲的好听一点，大家都习惯了。每次讲完以后，我们就会说上一次你们也是怎样啊就永远都是这样，永远都有一个上一次你们也是怎样可以讲所以才会有一个造就柯文哲出来说蓝绿都是怎样我相信因为上个礼拜国民党这样，所以这个礼拜民进党就可以这样，然后下个礼拜国民党又可以这样，又可以去说上个礼拜。那接下来怎么办呢？就一直这样吗？所以就一直这样吗？对，这就是一直这样嘛所以我觉得再去每一个礼拜都可以有一个。好，蓝绿都可以说，上个礼拜你们也是怎样，上一次你们也是这样，就像严凤刚刚说，以前你们讲话也是怎样，那我也可以说你们以前也是锁大锁今天如果青鸟再冲进去的话，今天黄捷在脸书上说，现在要革命，国家都要毁灭了，我也觉得很好笑。现在执政党是民进党这个国家的总统叫赖清德黄捷要革命他是执政党的立委还要革谁的命？请问一下。执政党的立委到底你要革谁的命？你可以告诉我吗？所以我还是呼吁啦，就是我也不想要去说谁对谁错啦。我觉得国会的立委都要看一下我们地方的议会你们是不是可以放下拳头拿起麦克风？其实简单回应一下就好。我也赞成淑慧议员讲的大家能够放下拳头。明明都很会讲，不是你们都很赞成，那为什么会这个样？我们如果有争议的法案，以我们地方议会就是大家先讨论，送政党协商嘛，最后再不行的话才会进行表决嘛。也不要在这里一直骂了啦。你们以前有2次1分0的经验，你们在立法院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的状况，我们也想要跟你们好好的协商啊。那为什么你们不好好协商啊？也从来不跟国民党协商。我们有好好跟你们协商啊。过去在所谓讨论大家公务人员的这样子的调薪的部分等等，严凤马边修扁，这就是因果循环呐。这没有什么因果循环。过去我们民进党是多数的时候，也没有这样子说硬闯委员会或者不让你们发言的问题。可是现在已经到了，包括青鸟要不要今天上午嘛？那试图要闯进一场，那当然你说跟警方一定会有一些的推挤或者什么。有人说太阳花2.0会再来一次吗？那为什么会把包括柯总召讲说也是生死存亡？就我们现在的民主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了吗？其实我觉得讲到太阳花，我想提一个故事。就是太阳花结束之后，马政府不是有把当初参加的人都告这个妨碍公务跟毁损嘛？那时候有一个人叫黄国昌他在法庭上他提出一个抗辩，他说：“你如果把这个走在路边把人家车窗打破，这当然是不对。你怎么可以随便打破人家车子的窗户呢？但是如果你把人家车窗打破的原因是因为你看到里面有一个单独被留在车上的婴儿，快要被闷死了。这时候你把车窗打破，为了救那个小孩子出来，有谁会说不对？”可以随便打破人家车子的窗户呢？但是如果你把人家车窗打破的原因是因为你看到里面有一个单独被留在车上的婴儿，快要被闷死了。这时候你把车窗打破，为了救那个小孩子出来，有谁会说不对？今天又来讨论，哎呀，这个破门到底对不对啊？这个链条锁门对不对啊？我跟大家报告啦，不管是蓝是绿只要是在少数的时候，通通都做过。坦白讲是这样嘛，台湾政治30年来，只要你是少数，民进党少数、国民党少数的时候，通通干过破门、霸占议场，然后这个绑铁链自囚，通干过。所以不用在那边讲说，只要破门、绑铁链、破坏公务就不是民主，因为大家都做过。重点是什么？为什么10年前会有太阳花？因为大家不能够接受那个实质的内容。签服贸协议，大家觉得不对吧？不想跟中国这么靠近，最后才这么多人出来嘛。那今天的这个抗议理由是什么？这才是真正的重点。
以前2018年黄国昌用铁链打破玻璃自求异常，哦，他为了抗议劳基法，对不对？2020年的时候，哇，蒋万安，对不对？是吧？霸占主席台，自求异常，前一天晚上破门哦，进到议场去霸占哦。为什么？他们说啊，因为监察院人事权要投票，不要投陈菊做院长。今天为了3件事情啊，第一个，罢免联署程序要加严，以后罢免要附身份证，以及要发证日期。罢免的联署程序为什么要修改比公投还要严？这道理在哪里？你说罢免会造假，公投没有造假吗？那为什么只有单独罢免要加严，公投不用？这个要不要讨论？有没有讨论？韩国瑜做院长的特色是什么？政党协商。哎呀，这个龟鹤二仙啊，这柯总召发表，他真的有讲，龟鹤二仙行好，对不对？柯总召、这个副总召、黄总召各讲5分钟，讲完没意见是啊，送院会处理，结束了。一副科一定知道嘛，以前的王金平院长有问题，给到大家讲不好的，继续谈。韩国瑜的特色是哦，好了，这个讲不完，那送院会处理。送院会处理什么意思？就是表决多数而已，大家不用谈了。那再下，今天还有2个案啊，宪法法庭要10个大法官才能判决。现在大法官只剩8个，所以只要通过了这个案，然后国民党一直不通过大法官的任命案，宪法法庭被废掉之后，立法院立的任何违宪的法都没有大法官可以宣告它违宪。第3个财划法，中央要颁6000亿给地方，但是业务都不转移。请问这3个题目，我问一个最卑微就好，需不需要讨论？需不需要实质在委员会审议、实时协商？如果都没有的话，那不好意思，少数党开始抗争，这个就是你在多数党霸凌少数的状况之下，必然会导致少数一定要抗争、对抗多数的状态。来，一夫来最后1分钟，针对国内这个样的话，你看了这么久，长期以来的政治未来的发展，你觉得会怎么样？我觉得就没解啊，就这样子。等到看是罢免呢，还是2028年重新选举啊？因为你看不出来2党想解决问题。2党任何一个争议问题，你就看到在对抗。其实没什么在解决问题。那以前2党在对抗的时候，你还有一个人在中间单独找你们谈一谈，你们可不可以这边让一点，让一点，找出了一个破口，再去找另外一边说，他们愿意让这边，你是不是让一点？把那一个大家可以让的地方越扩越大，去形成说你不满意也接受，你不满意也接受，大家签字就到里面表决。现在不是，现在是在对抗。在这对抗之中，你就发现立法院其实某种程度上，这个会期已经进入了丛林法则。以前所谓的抗争，所谓的等等的一些你来我往，大家默契，主席台攻来攻去，那个全部被打破了。OK， 那个全部被打破了。现在进入丛林法则。那接下来只是在看，行政院到最后会不会宪法37条，我根本就跟你不附属，我根本不附属的时候产生其他的效应，因为没招公投可以第2项全国性是可以复决，这我们都知道，但法律的不附属。然后法律的修订权在谁手上？然后因为大法官也不能开会，因为你先把诉讼法过啦，没有人可以宣告合不合宪、违不违宪。哇，你现在到底要怎么办呢？所以如果要是当每个阵营都是鹰派抬头的时候，结果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一夫刚讲大概意思也是这个样，可是现在真的都是各政党都鹰派抬头吗？那未来国内每一次到了礼拜2、礼拜5。立法院看到的一定都是这样的画面一直往下吗？那台湾未来长治久安到底该怎么走？立法院这几天所有的一些的话题，恐怕都会绕着像这样一些的情形。青鸟那在线，那青鸟最后会变成太阳花的2.0吗？好，那这些议题攸关台湾未来一些的走向。那对所有观众朋友来讲，除了关心这个以外，下个礼拜算时间的话，怎么讲？下个礼拜其中一天，检方势必会要做出一个起诉侦结的一个结果，起诉的内容，各方瞩目的结果又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的收看，希望面对面，我们下周见，拜拜。